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份蛮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残酷的案例分析。对，这份分析的主角，我们叫他 A 先生好了。A 先生，他的故事好像让我们不得不去想那个我们常听到的攻击主义，就是说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个概念，在现实里，尤其是在新加坡那样的环境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错，他是不是真的像说的那么理想，还是说，有点走样呢？这分析就丢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嘛。如果社会真的是看能力论功行赏，那像 A 先生这样，明明有大学学历，却好像卡关了，这要怎么解释？对呀，这不是很矛盾吗？他的经历是不是就正好点出了这个体系本身搞不好就有些涉及上的盲点或问题？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我们来拆解一下。好，那我们先简单描述一下 A 先生好了。他有大学文凭吗？有学历，但目前可能没工作，或者说做的跟他学历不太匹配，就是所谓的低度就业。而且还有个关键点，他好像有点放不下身段。对，他不太愿意去做那些他觉得比较低阶的工作，像是现在很常见的平台零工之类的。即使自己好像停在那里了。没错，而且他字里行间，甚至可能在公共场合，比方说逛商场看路人的时候，会流露出一种有点奇怪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很重要。这份分析的核心观点就是 A 先生这样的人会存在，恰恰就说明了现实社会往往不是纯粹的攻击主义，那是什么？它更像是一种文凭主义。 Credentialism。 文凭主义，对，意思就是整个体系看重的是你过去拿了什么证书，而不是你现在还能做什么，还能不能持续创造价值。像是有点只看旧奖杯，不管现在球打得怎么样。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奖励的是静态的攻击，过去式了，而不是动态的价值，也就是现在进行式。这点很有意思啊！我记得原始报告好像还想用一些生物化学的东西去解释，什么多巴胺、催产素之类的。对，但这份分析对那点很不客气哦。怎么说？他直接批评说这种解释太简化了，有点乱扯，科学根据不太够。分析认为，真正驱动他行为的其实是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社会结构像是那个地位焦虑，怕自己掉下去，还有认知僵化，就是想法转不过来，以及从小到大学到的一些社会脚本，告诉他读书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了解，所以他那个优越感其实是假的，可以说是防御性的优越感，内心可能很不安，所以才需要表现得比别人强来保护自己。原来是这样。那这又跟新加坡的具体状况有什么连结呢？这就带到几个点了。第一个是统计上的隐形。统计上的隐形，你看新加坡官方失业率好像很低嘛，大概2%。对，数字很好看，但这个数字可能藏了很多像 A 先生这样长期没找到合适工作、低度就业，或者干脆不找了，变成非活跃人口的人。他们不算在失业率里。对，可能就不算了。而且他们统计上把公民跟永久居民 P2 都算成本地人，这也可能让公民自己真正遇到的就业困难变得比较模糊。这倒是。还有吗？再来就是文化压力，尤其是那个面子文化面子问题。在这种文化下，要公开承认自己失败，或者说降级去做以前觉得没面子的工作，比方开网约车、送外卖什么的，那个心理障碍非常高，好像很难拉下脸。没错。还有那张大学文凭，对有些人来说，就像投了很多钱跟时间下去，变成一种沉没成本。成果成本就是很难接受他现在可能没那么值钱了。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不好，但因为已经投入太多，就舍不得放手，卡在那里。了解。那回到他对某些工作的态度，特别是他看不太起做零工的人，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心理？分析认为这很复杂，是一种心理防卫。防卫。一方面他还紧抓着过去学历带来的那个地位的影子，不肯面对现实。另一方面，他需要透过向下比较，去看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才能维持一点点仅存的自尊。
所以是比较出来的优越感。对，而且也可能内化了社会上对不同职业的那种阶级偏见，甚至看到那些去做零工，而且搞不好还做得不错的人，他反而觉得受到威胁。受到威胁，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代表了一种新的他无法或不愿接受的成功逻辑，这等于是在否定他过去一直相信的那一套，否定他的身份认同。哇，这心里蛮纠结的。这样听起来跟我们比较知道的，像日本、韩国的尼特族 NEET 有没有点像？这个分析有提到，他说不完全一样。哦，哪里不一样？新加坡不像日韩那样有非常明显大规模的 NEET 危机，但是它有一个相对隐形的群体。隐形的。对，就是低度就业或者社会退缩，特别是在中年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就是所谓的 PMETS 里面。中年专业人士。这群人因为面子文化，还有刚刚说的统计方式，比较不容易被看到。他们的状况跟 NEET 不完全一样，但那种心理上、经济上的停滞感，或许是有共同点的。隐形的退缩阶层，这个词蛮让人印象深刻的。那所以这份分析最后给 A 先生的诊断是什么？他到底是怎么了？诊断就是 A 先生的问题不能只看成是他个人的选择失败，他同时也是那个标榜攻击主义的体系，他本身盲点和矛盾之下的产物。体系的产物。对，他可能真的完全相信了那个承诺，只要我努力读书拿到好文凭，就能一辈子成功。很多人可能都这样想过。但当游戏规则变了，市场不再那么看重他那种旧的攻击时，他选择了，或者说他只能固守原地，拒绝或无法适应。他不愿意改变。他甚至把对攻击主义的信念变成一种武器，用来合理化自己的停滞，然后去贬低那些选择不同路的人。这是一种地位瘫痪。地位瘫痪 （status paralysis） 这词汇很精准，好像被困在过去的荣耀里，动不了了。没错，所以这个探讨真正揭示的是，理想中的攻击主义跟现实运作那个落差可能非常大。A 先生的案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当一个人把早年的成就当成永有效的保障，然后在环境变化的时候又拒绝学习跟调整，那最终可能就会被这个体系给困住。一个过度强调静态文凭、不太有弹性，甚至连统计数字都可能模糊焦点的体系。没错，反而可能助长了这种困境，加剧了这种地位瘫痪。这确实很值得我们思考。那最后留给听众们一个问题好了，在我们这个变化这么快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能遇到工作的转变或挑战，对不对？对，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分清楚自己的自信是来自于真正的内在价值、持续学习的能力，还是只是依附在一张可能已经过时的证书、一个社会标签上所带来的地位焦虑呢？这个分辨很重要。搞清楚这一点，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关键。没错。好的，非常谢谢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